叮铃铃，阴人赶路，阳人回避。随着招魂铃的节奏，我平举双手，一蹦一跳。我和朋友被人做成活尸，成了赶尸队伍中的一员。可那赶尸匠不知道我是一个茅山道士，我朋友是唯一的地势传人。哇，这就是马来西亚吗？乔墨雨张开双手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满脸陶醉。不愧是绿化面积达到99%的国家，空气就是清新。乔墨雨刚想转过身，我立刻推着他的肩膀朝前走去，生怕他一回头就看到芷江机场4个大字。这里是湘西，可不是马来西亚。上次我和宋菲菲在殡仪馆抓到个养尸匠，他说杂尸派就活跃在湘西一带，想让我和宋菲菲自投罗网。杂尸一脉最善养尸，水尸、玉尸、蟹尸、皮尸、肉尸、木尸、皮尸每7天换一次皮，换一次皮就要杀一人。血尸以血为食，日食男子血，夜食女子血。杂尸匠一出，血流成河，永无宁日。所以明知危险重重，我和宋菲菲还是义无反顾来了，顺便带上乔墨雨。这家伙泥鳅一样，要是知道这里这么危险，肯定掉头就跑。我只能骗他说带他去马来西亚度假。萨瓦迪卡！司机双手合十，朝乔墨雨点头行礼。乔墨雨都懵了，这司机泰国人。我偷偷伸出脚，用力拧了一下，踩得宋菲菲龇牙咧嘴，敢怒不敢言。这傻逼找的什么人？宋菲菲忍痛打圆场，司机以前泰国待过几年，马来和泰国近得很，就在隔壁。乔墨雨仔细打量着司机，还是个中国人。司机有些尴尬，我啪一声用力关上车门。马来西亚华人特别多。乔墨雨十分兴奋，一上车就要摇下车窗看风景。我立刻拧过他的头，来看电影。这车是宋菲菲特意找的，前排位置后还装了2块电子屏。为了吸引乔墨雨，我专门选了一部尺度比较大的，集猎奇、香艳、恐怖、低俗于一身。乔墨雨一边痛斥我人品下流，一边看得眼也不眨。等车终于到地方时，他才恋恋不舍地走下车，拉住我。还有第2部吗？赶尸村在这小村庄后非常隐蔽的一条山路上，车子无法通行，只能靠骡子或者步行。宋菲菲牵着几头灰毛驴，表情十分浮夸。这是咱们第一站，重温茶马古道。乔墨雨挠了挠头，眼神茫然。马来西亚也有茶马古道？我还以为只有咱们国家才有。为了忽悠住乔墨雨，我和宋菲菲绞尽脑汁，煞费苦心。山路难行，这路要经过一片十分茂密的原始森林，很多路段甚至是我们推着毛驴走的。这地方要是没有人带着，误入林子根本就找不到出路。路边的古树枝叶繁茂，遮天蔽日。我被驴子颠得昏头昏脑，有种不知自己身在何方的缥缈感。老板，到了。导游兼司机将我们带到一个村口，便拽着驴子死活不肯上前。按约定，我3天后会来这地方接你们。乔墨雨终于感觉到了不对劲，他狐疑地上下打量着我，这是呢？他刚说的话啥意思？我面不改色心不跳。马来西亚小黑人听过吗？这是当地的原始部落，里面住着的都是身高1米的小黑人。我们要在这进行3天的深度游。乔墨雨一个巴掌甩在我头顶。马来西亚的村子叫女拔村。宋菲菲使个眼色，导游一脚登上毛驴，硬是骑出了千里马的架势，几乎是眨眼间就消失在我们眼前。也不怪乔墨雨起疑心，女拔村实在是太过诡异，浓重的阴气凝结成淡淡的灰雾，村子里寸草不生，毒虫肆虐。乔墨雨转头想跑，但是被我一句咒语定在当场。来都来了。此时天色已黑，女拔村从不留宿外地人，我们没办法，只能在村外搭起帐篷。就这，村里人还出来赶了我们好几次，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方言，双方交涉的不是很愉快。最后村里走出来个17、18岁的男孩，皮肤微黑，剑眉星目，一瞅就特别机灵。过了晚上9点，你们不许再出帐篷。对了，也不许点灯，不然出了意外，我们不负责。宋菲菲皱着眉头，想上厕所怎么办？小伙子瞬间涨红脸，黑里透红，像小学课本里的少年闰土。那也不能出来。这小伙子一直在大山里，很少见到年轻女孩子。看到我们几个，眼神慌乱，神情局促，说话时手都不知道往哪放。要是有个会撒娇的姑娘，肯定分分钟就能从她嘴上套出不少话。只可惜她面对的是3个雄鹰般的女人，要是被发现偷偷出帐篷，半夜就把你们赶下山。小伙子扔下一句干巴巴的威胁后，带着村里人走了。在乔墨雨杀人的眼神中，我和宋菲菲一声不吭，埋头搭帐篷。山中温度很低，入夜后更是寒冷异常。我们的帐篷有个透明的小窗，不用打开也能将外头情况看得一清二楚。3人刚收拾完东西，准备躺下。叮铃铃，一阵极为清脆悠远的铃声在山中响起，还带着阵阵回音。阴人上路，阳人回避。随着一声粗犷的号子，一排黑黢黢的影子映入眼帘。我立刻来了精神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赶尸匠呢。赶尸匠行夜路时不点灯，都是摸黑。他们会手摇摄魂铃，让夜行人避开。赶尸匠要学会36种功，
才能出师独自赶尸。第一种功便是站立功，要让僵硬的死尸如活人般站立起来。第二种功是行走功，让尸体停走自如，听从号令。此外，还有转弯功、下坡功、过桥功、哑狗功等等。哑狗功可以让沿途的狗看到尸体不叫，死尸怕狗叫，狗一叫容易惊到死尸，让其魂魄四散，尸体也跟着乱跑。我们3人头挨着头挤在一块，盯住逐渐走近的赶尸队。这些死去的尸体浑身都裹在黑袍当中，乍一看还已到了沙特阿拉伯。走在最后的便是神秘的赶尸匠，他穿的和死尸一样，也是一身大黑袍。要是站着不动，几乎和前面那排尸体没有任何分别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尸体们是一蹦一蹦，他却走得不急不缓，每走出10米远就摇着招魂铃喊一遍号子。我眯着眼睛看了半晌，只能勉强从声音勉强判断出他应该是个50、60岁的老头，因为看得太过专注，我不小心踩到了乔墨雨的手。乔墨雨素来怕痛，被蚊子叮个包都要哭爹喊娘，当下惨叫一声，迅速抽回手。我失去平衡，身体朝前一冲，拉链丝滑落下，我就这么滚出帐篷外，跌到了赶尸队跟前。一袭宽大的黑袍在我身前堪堪停住，山风荡过，卷起黑袍下摆，一双红色高跟鞋就这么明晃晃地撞进我的视线。赶尸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蚩尤时期，相传在古代，蚩尤在黄河边与敌对部族作战，战斗结束后，蚩尤不忍心让战死的士兵曝尸荒野，便命令军师使用巫术将这些士兵的尸体带回故乡。再后来，赶尸技术逐渐成熟，许多客死异乡之人，其家人都会委托赶尸匠将他的遗体带回家，落叶归根。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，赶尸这个职业越发没落，近乎绝迹。现在还会请人赶尸的，多是一些封闭没落的山村。这些山村中，绝不应该出现这样一个穿着红色高跟鞋的女子。我还想再仔细观看时，眼前出现了一双墨绿色的解放鞋。赶尸匠阴沉着脸，声音沙哑：“故人回家，行人避让。”我装作害怕没站稳的模样，双腿一软跪倒在地。倒地的同时，已经伸手握住了女尸的脚踝，皮肤细腻光滑，还带着一丝温热。温热，热的，让开！赶尸匠低喝一声，伸出手将我推到一旁。我低着头坐在地上，直到赶尸队伍离开后，才蹿起来跑进帐篷。那些不是尸体，是活人。听到我的话，宋菲菲和乔墨雨一起瞪大双眼。活的，走，跟上去看看。我们3人低着头，刚走出帐篷，一个人张开双手拦住我们，是之前见到的那个年轻男孩。他面容严肃，因为刚跑过步，胸口还在上下起伏。不许去！男孩名叫李九，今年18岁，刚刚念完高中。不许打扰七叔公赶尸，不然我就去告诉村里人，让他们把你们赶下山。李九说，七叔公是他们村里最厉害的赶尸匠，他赶的这些尸体因为冲撞山神，被神明夺去了灵魂，他们的尸体必须赶去离这几百里远的一处山洞，那是神罚之所，只有将尸体安葬在那，神明才不会怪罪他们村子。我拧着眉头，还是没忍住疑惑，刚才一共有4具尸体，看样子那些尸体都不是你们本地人吧？李九大惊失色，你看到他们的样子了？说话间，李九左顾右盼，不小心喊出声以后立即压低音量。我劝你别多管闲事，等天一亮就赶快下山。他纠结一会，蹲下身掏出兜里的200块钱递给我，这是张大哥给我的钱，托我照应你们，但你们既然冲撞了七叔公，我就不能再帮你们了。张大哥就是送我们来的那个司机，也是李九的老相识。看到这200块钱，宋菲菲勃然大怒，我给张雷3万，你就退我200。李九的咆哮声直穿云霄，多少？3万。七叔公家买根媳妇才花了2万8。喊完话的李九自知失言，用宽厚的手掌捂住嘴巴，眼神中全是懊恼。宋菲菲愤怒过后，信心大增，她直接从包里掏出2叠钱塞进李九手中。我们要在这住几天？李九呼吸都停止了，红着脸慌乱摆手，这不行。宋菲菲又拿出2摞钱，李九脸更红了，喘着粗气，眼中散发出奥特曼般的光芒。这也太……啪！宋菲菲再次扔出3扎红澄澄的钱，这也太多了。李九终于结巴着说完了话。李九曾经对自己一紧张就结巴的毛病十分懊恼，现在这毛病让他多赚了5万块。人生的际遇就是如此反复无常。李九收了钱，恨不得替我们上刀山下油锅，从一个闷嘴葫芦变成了话痨。看来对付男人，金钱往往比美色更有效果。李九说，七叔公离京这次赶的尸是几个来山上玩的背包客，他们听说村里有间十分灵验的山神庙，到了庙中，见神庙造型别致诡异，竟然开始换衣服在庙中拍照，尤其是那个女游客，趁着庙中没人时直接坐到了神像怀中。等村人发现后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这几个游客彻底惹怒山神，
当晚便被山神勾去魂魄，被人发现淹死在村后的深潭之中。山神勾魂之说实在太过诡异，想到那双红色高跟鞋，我心中一凛。这离金极有可能是杂尸派的人，赶尸匠日夜同尸体打交道，是最好的身份掩护。天大亮以后，李九便带着我们光明正大进了村。整个村子透露出一股邪性，家家户户门前挂着八卦镜和铜葫芦，不似驱邪，倒像是要镇魂。李九热情地招呼我们去他家，我站在门外低头看了一眼，有意思，这门槛装反了。门槛自古以来都有驱邪防祟的作用，可以防止邪祟进入家门。一般的门槛都是1寸2分高，门槛越高，要挡的东西煞气就越重。这3寸高的门槛上还刻了个阴阳鱼，只是阴在外，阳在内，阴阳倒装，颠倒乾坤，不是防止邪祟进门，而是防止屋内东西跑出去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李九，这门槛是谁做的？雕得怪好看的。李九忙着给我们烧热水沏茶，闻言头都没抬。这门槛年龄比我都大，是七叔公做的。七叔公平常不忙活时是村里最好的木匠，果然是离金。李九家非常简陋，一张八仙桌沿墙摆着，边上放了3条老旧的长凳，此外只在进门处放了2张小马扎。我们3人围着八仙桌坐下，总感觉有些不自在。乔墨雨率先打破沉默，要不炒2菜。都上桌了，不吃饭感觉怪怪的，这家伙真是猪腰转世，去哪都不忘吃。我瞪了他一眼，朝向厨房跑去的李九朗声喊道：别忙活了，怪累的，随便弄8、9个菜就行，不挑食。吃了李九家1周口粮后，我们才拍着肚子心满意足走出门。这村子山高水险，与世隔绝，自然比较穷困。李九说村里有一大半是猎户，靠采药和打猎为生，年轻人耐不住这份苦，有点能力的都下山谋生去了。他也是在离这很远的镇子里上学，因为父母身体不好，高中毕业后他才留在家中照顾父母。那儿就是神庙了。李九遥指着村后一处山洞，神容肃穆，你们进了庙里一定要注意，不能乱碰乱摸，不能踩门槛，记住，庙里的所有东西都不能碰。大自然鬼斧神工，在山崖中用刀劈出一条巨大的缺口，神庙就在这一线天之中，怪不得之前那4个背包客要在这庙里疯狂拍照。这庙盖得实在是绝，山体内藏着不少矿石，露出的地方金光璀璨，用手电筒一照，好似能看到满山壁的钻石。神像也就2米高左右，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形象。女子身形高大，眼神空洞，双手高举，似乎在仰天呐喊。我挠了挠头，总感觉这神像有些说不出来的怪异，似乎有哪里不对。呀，蛇！李九大喊一声，我们3人迅速朝他手指的方向看去。一根枯树枝正静静地躺在地上。李九红着脸缩回手，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。这洞里昏暗，经常有蛇出没，我看错了，人一尴尬就显得特别忙乱。他朝我大步走来，刚走1步，就左脚绊右脚失去平衡。此时我们3人都站在供桌前，李九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，即将摔到我跟前时，突然朝我用力一推。他的力气很大，我没防备，被他推个正着，仰面朝后跌去。这么一摔，我肯定得砸翻那供桌。电光火石间，我突然明白了哪里不对劲。那神像姿势如此怪异，之前的女游客怎么可能爬到他怀里拍照？李九是故意推我的。关键时刻，宋菲菲拖住我后腰，用力一顶。我借着这个力扑身上前，跨步一跃后平稳落地。李九见没推倒我，快摔落在地时调转方向，伸出手臂抓着乔墨雨的小腿朝左侧一扫。此时乔墨雨站在供桌左侧，被他一扫，头朝下脚朝上，直直对着供桌撞去。这种危急关头还得靠我。我大喝一声，一个饿虎扑食，飞身上前抱着乔墨雨一拧一带，2人就朝着供桌反方向滚去，滚了足足2米才停下。乔墨雨揉着后脑勺，站起身无能狂怒，妈的陆灵珠，你是不是人啊？偶像剧里在滚时，男主都会护着女主的头，你不护我就算了，你他妈还抓我的手帮你护着头。我翻了个白眼，还没来得及对他冷笑，哐！李九起身一脚踢翻了供桌，上头贡品和香炉滚了一地。李九神情变幻，脸色青了又白，白了又红，仿佛红绿灯成精。大胆，你们竟敢打翻供桌，对女拔娘娘不敬！我们3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。不是，哥们，你会强行碰瓷，你早说啊！我刚刚又是滚又是跳的，不累吗？几乎是李九话音刚落，洞外就呼啦啦冲进来一大帮人，都是白天见过的村里人，面黄肌瘦，神情阴郁，身上带着一股陈年累月的尸臭味。他们对女拔娘娘不敬，赶他们进尸林，触怒神明，必须求得神明谅解。动手！村里人根本没有给我们说话的机会，许多人手中都拿着砍刀和弓箭，还有几杆黑黝黝的猎枪对着我们。我们3人只能高举起手，在村人的逼迫下朝山上爬去。
宋菲菲皱着眉头，百思不得其解，天庭饱满，眼神清明，耳朵厚实，眉清而正，怎么看都是忠厚善良的面相。听到这，李九哈哈一笑，当着我们的面伸手搓了2把脸。早知道你们不对劲了，这些年不知道有多少所谓玄门正派子弟想来端掉我们杂师派，呵呵，真是太小瞧我们。他搓完脸，整个模样都变了，眼尾如狐狸般勾起，鼻尖弯似鹰爪，帅气中透出7分血性。乔墨雨十分嫉妒，妈的，一个男人化妆术那么好。我垂着头走路，心中十分懊恼。这些年虽然世界各地飞，也常经历危险，但大多情况都是有惊无险，顺风顺水。一个人顺利日子过多了，难免过分自信。杂师一脉传承极难，弟子要八字过硬，五感极佳，胆识过人，心思细腻。另外，养尸匠终身不得嫁娶，断子绝嗣，所以9成9的养尸匠都是容貌丑陋或天生残疾之人。正常人，尤其是帅小伙，谁愿意一辈子和死人打交道？因此，在看到李九的第一眼，我就自动排除了他养尸匠的身份。不是，他这狐狸眼、大高个、大长腿，为什么跑来山沟沟里当养尸匠？乔墨雨和宋菲菲也是一副蔫头耷脑的模样，和李九待一整晚，3个人谁都没有发现他的不对劲，就这样沉默着来到一片黑黢黢的树林。这些树像哥特风动漫里似的，漆黑的树干，弯曲的枯枝，林子中还弥漫着一层灰色的雾气。要是进了这尸林中待满半个时辰，你们还能安然无恙，那说明女拔娘娘原谅你们了，我们自然会放你们走。这雾气当中不但有阴气、湿气，还有瘴气。别说半个时辰，我估计普通人连几分钟都坚持不到。果然，我走进林子没一会，眼前就开始出现大片大片白雾，我甚至能感觉到自己心跳在逐渐变缓，呼吸也越来越困难。就在我快坚持不住时，宋菲菲从包里掏出3个氧气罩，我们一边商量一边吸氧气，聊2句，抽一口，整得跟抽大烟似的。我听说杂师派养尸都需要一个养尸池，养尸池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，我估计这附近没有。乔墨雨对杂师一派了解颇多，我点点头，不由得想起之前那双红色高跟鞋。养尸之时，需要将生魂在抽离的瞬间灭魂。我怀疑这杂尸派就是引诱外地游客进庙，然后将他们做成活尸，再由离金赶往养尸池，用秘法炼尸。活尸其实并非尸体，而是活人，只不过他们无法动弹，五感被封，魂魄被困体内，不闻不见不知，肢体会像行尸一样由他人所控制。我们3人决定假扮活尸，跟着离金去他们的养尸密地，然后破坏掉养尸池。养尸池要耗费无数人力，历经数百年才养成，只要破了这养尸池，就能给杂尸派致命一击，让他们100余年间成不了什么气候。所以等李九带着面筋进林子时，我们已经横七竖八躺了一地。李九带人抬着担架，一路把我们3个抗下山，带进了村里。我不由得暗自庆幸自己这英明神武的决定，躺着可比自己爬山舒服多了。师傅，你来了。阿九，这次他们3个就由你带吧。李九十分激动，这是他第一次独立带队，表明了师傅对他的认可。没想到这厮还是离金的亲传弟子。我闭眼躺在门板上一动不动，任由李九朝我口中塞入一块凉玉。冰凉的玉尸一入口，我差点忍不住浑身一激灵。这是一枚玉汉。古代丧葬习俗中，有钱人死的时候会用玉塞住9窍，他们觉得人死后必须保持体内精气的完整，才能成仙或是尸身不朽。而玉汉便是他们用来塞进死人口中，封住他嘴的。这东西只能从墓葬中寻得，现在已经没人使用了。我口中这枚玉汉，不知道被多少死人喊过，阴气浓重，入嘴森冷，几乎要将我全身的血液和骨头一起冻住。李九的动作很仔细，他小心翼翼地在我印堂、气海、少府、涌泉穴上铺上一层朱砂，再贴符纸，然后用5色布条绑紧。朱砂封穴，玉汉固阳。若等他彻底完成这一事，我就会变成一具活尸。师傅，你看这朱砂是不是有点受潮了？李九和离金低头看楚旧，我将眼睛睁开一条细缝，趁着他们不注意，将手伸进衣服，扯掉了气海穴上的朱砂和符纸。乔墨雨和宋菲菲也如法炮制，穴位没封住，自然就没法封魂。李九检查完朱砂，这才摇动手中的摄魂铃，大声念咒：3魂七魄，回神反应；3魂居左，七魄居右，静听神令。屋内十分安静，我们3人像死了一样，毫无反应。见状，李九有些紧张。师傅，这算是成了吗？离金走到我身前，在我鼻下探出一根手指。活尸虽是活人，却气息微弱，形若僵尸。我立刻凝神屏息，尽量让自己的呼吸微不可闻。成了，给他们套衣服吧，等天黑就出发。李九点点头，双手结印，大喝一声：耳魂耳魄，听吾号令，起！我起个锤子。我闭着眼睛躺在门板上，心中暗自叫苦。
就算我武功高强，可毕竟是活人，要让我像僵尸一样直挺挺起身，臣妾做不到啊。为了不让李九起疑心，我绷紧全身肌肉，脚后跟发力，猛然朝下一蹬，整个人像鱼一样从地上弹起半米后，又直挺挺落下。刚才起身时，我偷偷瞥了一眼，乔墨雨弹起40公分，宋菲菲最废物，只弹起30公分，人和人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奇怪，怎么没起来？黎金皱着眉，不悦地瞪了李九一眼，这是活尸，不是死尸，肌肉未僵，尸骨不硬，怎么起？李九被骂了一顿，灰溜溜地上前挨个抱起我们，靠墙根放力。赶尸上路需要准备不少东西，李九跟着他师傅出门，临走前还谨慎地关上门窗，防止猫鼠闯入。等他们一出门，我们3人立刻毫无形象地蹲在地上。呸呸呸！卧槽，这玉汉也不知道他们哪个墓里挖出来的，真晦气！乔墨雨呲着牙来拧我胳膊上的肉，都是你出的馊主意。我不服气地吐出口中雕刻成蝉的玉汉，叫什么叫？我这块最大我都没叫。宋菲菲皱着眉头劝架，别吵啦，有人来了。我人生当中做过许多错误的决定，如果论后悔程度，假扮活尸可以排进前5。他娘的，实在是太累了，山路陡峭，寸步难行，我们还要平举着双手一蹦一蹦，对肺活量真是巨大的考验。每次李九一转身，我们3都张开嘴拼命喘气。什么声音？李九戒备地转过头，我立刻闭嘴低头装活尸。奇怪，我明明听到有什么东西漏气的声音哦，应该是宋菲菲，她体能最差，蹦了这一路，喘得和快死一样。李九摸黑翻过一座山后也累了，他挑了块石头坐下，竟然从怀里掏出一只香喷喷的烤鸡，这味道实在是太香了。我的唾液开始不由自主分泌，胃部猛烈收缩，折腾了一天都没顾得上吃午饭和晚饭，再加上我们蹦了好几个小时，饿得我眼冒金星。咕咕咕咕咕，李九咬着烧鸡朝旁边的草丛里丢过去2块石头，嘴里还在小声嘟囔，奇怪，现在天这么冷，怎么会有田鸡？田鸡乔墨雨马上就要饿昏，他趁李九低头吃饭的时候，偷偷从口袋里掏出块牛肉干。卧槽，他哪来的牛肉干？李九吃饱喝足休息完，摇晃铜铃继续上路。我蹦到乔墨雨身边，朝他使眼色，牛肉干给我1块。你做梦，我自己都不够吃，气死我了，这个小气鬼。当李九再次突然转过身时，我没收住脚，直接蹦到了他跟前，两人脸贴脸，眼对眼，差一点点就亲上了。李九吓一大跳，猛地朝后退1大步。奇怪，这个活尸咋蹦那么远？李九挠挠头，将我摆到最后的位置，便继续前行。经过我孜孜不倦的努力，最终还是从乔墨雨那抢到2条牛肉干。此时天已经快蒙蒙亮，我跳得满身是汗。每次趁李九不注意，都要偷偷拿黑袍擦干脸。我和乔墨雨因为一路都在你追我赶，早已累得说不出话。宋菲菲白着脸上前，朝我们手中一人塞了一大把巧克力。我和乔墨雨瞪大双眼，你有吃的你不拿出来？宋菲菲翻个白眼，笑死，根本追不上你们，蹦得比蛤蟆都快。天光越来越亮，我们走的地方却越来越暗，阴风从耳边呼啸而过，卷起满地落叶和松针。这是一处山谷，终年不见日照，因为太过潮湿，空气中弥漫着肉眼可见的水汽。我已经蹦不动了，从天黑蹦到天亮，对我们的体力是一个极为巨大的考验。万幸，目的地就在眼前，还没靠近养尸池，我已经闻到了那股扑面而来的腥臭味。这地方汇聚了2侧山脉的死气、罡气和煞气，若有棺木，必出僵尸。不愧是养尸派精心挑选的养尸宝地。所谓的养尸池，在一个山洞之中，门口落着厚重的石门，石门上雕着百鬼夜行图。李九在几个鬼的眼睛和手臂、脚上转了几圈，石门才缓缓打开。要不是李九带路，靠我们自己根本找不到这个地方。山洞里光线极暗，李九举着火把走在最前。洞穴狭长，同一时期只能容纳1人通过。宋菲菲个子最高，身穿黑袍往内一站，将我们遮得严严实实。我一边走一边还能掏出瓶子喝2口水。这扰民的山洞似乎没有尽头。宋菲菲蹦累了，直接大摇大摆跟在李九身后，直到他回头才会装模作样跳2下。就这么走走蹦蹦，过了似乎有大半个小时，我们总算来到洞穴深处，眼前豁然开朗。之前的长廊顶部，我抬起手就能够到，可这洞穴中央空间极大，最高处隐有一团灰蒙蒙的光亮，竟然是从山底直穿到了山顶。整个山洞像是一只巨大的场景屏。我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震得说不出话，好半晌才回过神。宋菲菲从身后踢了我一脚，示意我朝左侧看去。我一直以为养尸池是一个大号浴池，事实证明我的想象力还是有些许匮乏。这是像葫芦一样的一长6深坑，第一个坑中密密麻麻站着许多活尸，乍一眼还以为来到了秦始皇兵马俑。第二个坑中布置着一个祭坛，祭坛四周插着5颜6色的招魂旗，当中还有一根巨大的柱子。
这是布置了灭魂阵。再往下第3个坑，很像医院当中的解剖室，放了几张医院里的手术床。最中间的陈列台上，则是密密麻麻的古怪刀具。后头还有好几个坑，颜色各异。其中一个坑中泡满了腥味冲天的血水。我眯着眼琢磨半晌，有点回过味来。好家伙，这是把养尸做成流水线工程了。先抓人，再灭魂，然后根据那人的身体情况挨个区分，看到底炼成哪一种尸比较合适。后面那些坑都是为了炼制各种杂尸的，血尸、皮尸、毛尸、肉尸。乔墨雨和宋菲菲也看呆了。李九挨个抱着我们跳下坑，把我们和其他活尸并排放在一起。杂尸派炼尸十分讲究，要选阴月、阴日、阴时、阴地。死人成杂尸的条件很是苛刻，若无人力干涉，数百年间都未必能出一个。杂尸派逆天而行，强行将人炼尸，过程自然千难万险，稍微不慎便功亏一篑。这4个背包客也算是命大。过了昨天，阳月转阴，今日恰好又是阴日。要是我们今天没来，这一坑的人全都得死在这。师傅，都准备好了。李九的声音在山洞中荡出一阵又一阵回音。我瞪着眼观察半天，才发现洞里确实就李九和黎金师徒2人。杂尸派收徒严苛，非全阴8字不得炼尸。看来村里人最多算是杂尸派的帮手，而非门下弟子。想清楚这些，我紧着的心终于一松。2个人好啊，2个人好对付。师傅，今日练什么尸？黎金依旧穿着他那件大黑袍，帽都摘下，总算是让我看清他的脸。对吗？这才是我印象中杂尸派弟子。蒜头鼻、三角眼、扫帚眉、麻子脸，丑得让人精神一振。黎金沿着台阶走下深坑，背着手在活尸中间转了2圈。那几个玄门弟子抓到了吗？他们身体好，挑一个炼肉尸。李九立刻扛起我跟在黎金身后，还用力拍了2下我屁股。师傅，用这个根骨最好。我差点鼻子都气歪。肉尸是杂尸当中最恶心的一种，炼成以后，身上肌肉横长，鼓满一个又一个包，像一座活动的肉山。炼制肉尸对死者的肉身要求很高，刻意锻炼过筋骨皮肉的武者是炼制肉尸的最佳选择。将人包魂力魄后，再用动物和活人血肉饲养，炼成的肉尸力大无穷，能生撕虎豹，凶猛异常。李九将我甩在肩上，3两步就带着我来到祭坛。修道之人神魂凝实，阿九，你把阵法加固一下。那招魂旗，再加7面。黎金果然小心谨慎。我闭着眼睛不动，等黎金拿着绳子上前时，猛然睁开眼，一拳打在他胸口位置。老贼受死！黎金毫无防备，被我一拳击中，像断线的风筝般飞出祭坛，跌落在地。李九的反应极快，几乎是黎金刚摔出去，他就朝坑外一跃，随即朝洞穴深处夺路狂奔，顷刻间消失在我眼前。不愧是邪门歪道，门中弟子果然十分不讲义气。黎金年岁已大，被我一拳打飞后半天没爬起来。我不敢拖大，3两步跑过去，打算趁他病要他命。可当我跑到第3个坑时，却只在地上捡起一件黑袍。黎金和李九一样，都不见踪影。我沉下脸，只觉一颗心直直往下坠。这洞穴内部蜿蜒曲折，四周遍布蜘蛛网般的羊肠小径。要想这在里找到熟悉地形的黎金师徒，难如登天。人呢？乔墨雨和宋菲菲脱掉黑袍跑过来，紧张地四处张望。我刚看到那老头飞起来了，你把他打死没？卧槽！原本还在东张西望的乔墨雨大喊一声，迅速退到我身后，探出半颗狗头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我和宋菲菲循着他的视线看去，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原本平静的血池像被煮开的水，咕咚咕咚往外冒着泡泡。突然，一双手猛然从池子中伸出，似乎有人想挣扎着往外爬。再然后，便是一颗看不清面容的人头。可他的头刚刚探出池面，就被另外2双手拖了下去。一只手扯住他的头发，另一只手按住他的头。咕咚咕咚，这一处的池面恢复了宁静，另一处却再次蠢蠢欲动，不停有手伸出，有头上探，随即又被其他手再次拉进血池中。呜，好可怕呀！好想吃东北的杀猪菜。乔墨雨吞吞口水，往嘴里塞进一大块巧克力。杂尸派向来藏匿于荒山野岭之中，与世隔绝，不问世事。对于他们那些稀奇古怪的杂尸，我只在书中见过，从未交过手，所知甚少。听闻这血尸分3个等级，初级血尸又叫阴阳血尸，用枉死之人可炼。炼制初期，血尸日吸男子血，夜吸女子血，每日需吸血2斤。阴阳之血在体内游走争斗，体弱的血尸便会爆体而亡。若过了749天，血尸仍然存活，就会进入第2阶段。中级血尸又叫无级血尸，吸血时再无限制，不分男女，无惧老幼。传闻他们具有操控血液的能力，只要你身上破了一个口子，不管那口子多小，无级血尸都能将你全身血液从那口子里吸出。
而无极血尸在不吸血时便需要泡在血池中修炼。至于高级血尸，就连书中都没详细记录，只写着一句话：见血亡尸者皆死，无从记载。我和乔墨雨面如死灰，欲哭无泪。宋菲菲两眼放光，激动莫名。卧槽，这是新品种对吧？是新品种吧？我要拍照，灵珠帮我合影一张，拍好看点。富二代都是疯子，尤其是宋菲菲这种见惯世面、喜欢玩极限运动的富二代。在遇到我之前，她每天就是玩高山滑翔、洞穴潜水、攀岩。用她的话说，这种枯燥又乏味的生活简直毫无意义。直到她开始抓鬼，宋菲菲终于追寻到自己人生的真谛。她说这世上再也没有比抓鬼更刺激的事情。她还开通博客，把自己的抓鬼日常和照片都放在上头。只是多数人都以为她在玩 cosplay。宋菲菲有时候会回应粉丝的评论，笑嘻嘻说这次的鬼妆造退步了，没有之前那个牛逼。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生活让她深深着迷。宋菲菲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和传说中的汉魃大战300回合，然后被汉魃捏爆头而死。当然，这是她的痴心妄想。在汉魃手下，她走不过一招。我木着脸拿好手机，对站在血池前比剪刀手的宋菲菲喊话：茄子！轰！一团血肉模糊、淅淅沥沥的东西从血池中一跃而起，身上的血水溅了宋菲菲一身。曹，这照片绝了！宋菲菲虽然不怕死，但她只想死在汉魃手中。所以当血尸从血池中蹦出来时，她反应极快，当下用100米冲刺的速度朝我们飞扑而来。可是血尸比她更快，手臂像棉花糖般拉长，一把掐住宋菲菲的脖子。乔墨雨都快哭了，不是大哥，你海贼王啊！我操着桃木剑，一招横扫千军，砍向血尸的手。妈的，迟早被你这个爱拍照的习惯害死！见我挥剑而来，血尸缩回手臂，后退一步。下一秒，他的身后舞起10几根血线。曹，千手观音啊！这血尸能任意掌控身上凝着的血液，将它们幻化成各种形状，而且这血腥臭无比，溅在皮肤上像被热油烫到一般，有着很强的腐蚀作用。乔墨雨大喊一声：封紧，扯呼！喊完扭头就跑。我和宋菲菲也分别朝着不同方向跑去。血尸愣了一下，随即全身蠕动，像蠕虫一样分裂成3个体型更小的血尸。呼哧，呼哧！我喘着粗气，无头苍蝇一样在山洞里狂奔。这密密麻麻蛛网一样的洞穴，此时反而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。我左转右转，一个慢动作回转，扭头一看，血尸依然紧紧跟在我身后。我跳了一整晚，体力本就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当下咬牙掏出贴身藏匿的符纸，结着手印朝血尸扑去。妈的，我和你拼了！洞穴逼仄，打斗间很难展开拳脚，不像这血尸，全身像滩烂泥般可自由变化。没多久，我身上就被他用血鞭抽了好几道，伤口火辣辣的疼。当他再度挥鞭时，我拿出剑割破手掌，直接抓住了那血鞭。血尸爆发出一阵尖利的笑声，被我抓住的地方不停有黑烟升起，伴随着一股刺鼻的焦腥味。我的血液中含有阳之长生之气，是克制邪祟的利器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我捏起五雷符，直接扣在血尸头顶。砰！血尸在我眼前炸开，无数焦黑的血块砸在山壁上，有一小滩红色的血水凝在地上。趁着我喘气的功夫，像水一样朝着洞穴中央流去。我也实在是没力气追，一屁股坐在地上动弹不得，可累死我了。这洞穴迷宫一样，要不是有宋菲菲准备的手电筒，我们这样跑进洞中，真是怎么死都不知道。我把绑在袖子上的手电筒再次固定紧，缓慢地朝着前方走去。这手电筒可是好东西，是宋菲菲花了大价钱制作的，超长续航，主打一个人没了，光还在。洞穴四通八达，最窄的几乎只能容纳一个小孩通过，宽敞的洞甚至能开进汽车。我眯着眼走了一段路，黑黝黝的山洞似乎没有尽头，人走在其中，不但失去方向，也失去了对时间的判断。我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双腿又酸又麻，走到后来全靠意志力支撑。我关上手电筒，坐下身，在洞穴中打坐休息，任由无尽的黑暗将自己吞噬。就这么坐了一会，远处传来了激烈的打斗声，是宋菲菲和乔墨雨。陆灵珠，你快出来呀！再不出来，等着给我们俩收尸啊！乔墨雨的声音很大，宋菲菲也不遑多让。陆灵珠，你是不是想等我死了继承我的遗产？快来，老子扛不住了！我心中大喜，一跃而起，循着声音的方向跑去。乔墨雨和宋菲菲兜兜转转，竟然又回到了洞穴中央。我走出洞廊时，宋菲菲正被一堆肉山撞飞在空中，还刚好摔在我脚边。见到我，宋菲菲哭了，她一把抓住我的裤脚，涕泪横飞。天杀的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啊！乔墨雨被那堆肉山一样的东西高高抛起，在空中飞了能有7、8米高，这个高度跌下来，他得摔残废。万幸那堆肉山接住了他，
然后将它再次向空中抛起，这次飞得更高了。等乔墨雨落下时，一个风筝般的人直接一头将它撞飞了。洞内光线昏暗，我看不太清那个风筝人的模样，只知道似乎是个女人，身形极薄，薄的就像是一张皮。卧槽！皮尸！乔墨雨被皮尸撞飞，快速坠落，朝着地面砸去。幸运的是，他正朝着我这边砸来。我脚掌用力蹬地，助跑一段路后，朝着空中高高跃起。乔墨雨像枚炮弹一样砸在我胸口，我感觉自己肋骨都被他撞断了。抱着乔墨雨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泄力，我眼冒金星地扶着他站起身。此时，宋菲菲已经捏着把符纸天女散花一样抛出，洞内噼里啪啦亮起一阵雷光，中间还夹杂着些血红色的火光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我拉着宋菲菲和乔墨雨钻进洞穴中夺命狂奔。那肉尸体型庞大，就算进了洞，也容易卡在一些狭窄的洞廊中。我们更要担心的是那皮尸，跑不动了，累死我了。之前解决掉血尸后，我在洞中沿途做了记号，还在其中一个洞穴两头都布置了建议的迷魂阵，估计能迷惑那皮尸一阵子。你们俩怎么跑中间去了？宋菲菲毫无形象地躺在地上，脸色惨白。别提了，这洞七歪八扭，我跑着跑着就绕回去了。乔墨雨也是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，我是被那血尸赶过去。操，这东西精得很，见对付不了我就把我赶到洞中，差点被那肉尸打死，疼死我了啊！见他们俩灰头土脸的狼狈模样，我有些于心不忍。你们听我说，这洞穴被杂尸派经营数百年，洞中不知藏了多少诡异的杂尸，靠我们三个，别说要毁掉这里，就是自保都难。但万事万物相生相克，这些杂尸本就是阴晦邪祟之物，为天道所不容。杂尸派肯定在山洞口设置了阵法，用来瞒天过海。只要我们有人爬到洞口打破禁忌，再用引雷符引下天雷，到时候自有天道会收拾他们。乔墨雨都听哭了，陆灵珠，你是不是人啊？爬上去，你知道那山壁有多陡吗？你咋不说让我飞上去？这方法虽然很危险，但确实是唯一的办法了。经过一轮友好的协商，我们最终达成一致。我恐高，我去不了。曹，宋菲菲，你哪来的脸说自己恐高？你不是最爱玩滑翔伞吗？到时候手滑了，撑着雨伞跳下来也是一样的，多刺激。你爹，你怎么不去？我觉得留在地下更危险。作为唯一的失传人，我必须扛起这个责任。打一架吧，谁输谁去。陆灵珠，你给老子闭嘴！别怪我欺师灭祖。最后，宋菲菲当仁不让地获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。她垂着脸从包里拿出攀岩工具，然后默默地走到我身前。灵珠，如果我死了，我一把捂住她的嘴。我知道我会和你所有亲戚朋友说你是被旱魃捏死的，你安心的去吧。其实留在地上的任务并不轻松，肉尸、皮尸，还有不知道躲哪去的离金师徒。咔嚓咔嚓咔嚓，我和宋菲菲正在这酝酿视死如归的心情呢。乔墨雨发出老鼠般的声音，我俩一起转过头，发现乔墨雨正在疯狂往嘴里塞东西。老子死也要当个饱死鬼，好有道理啊！咔嚓咔嚓咔嚓，我和宋菲菲也加入了疯狂抢食大军。吃饱喝足好上路，我们三磨蹭着脚步走出洞廊，刚出来就一头撞上了皮尸。于是我们将所有怒气都倾泻到了他身上。皮尸虽厉害，可我们3打1。皮尸像块破布一样躺在地上，原本光滑白皙的皮破破烂烂，多了好几个洞。我们3人蹑手蹑脚溜向山洞中间，果然看到肉尸正站在那四下张望，他身边还站着黎金和李九。狗贼！看见！我双腿一蹬，炮弹一样弹射到空中，然后朝黎金扔出一颗催泪弹，烟雾四起。宋菲菲趁乱摸到了远处的山壁之上。黎金师徒会受烟雾弹影响，肉尸可不会。他大步朝我走来，一挥手，差点没把我拍成肉饼。3人一尸陷入混战当中，不怪之前宋菲菲那么要面子的人被他打哭，实在是太他妈疼了。他只是轻轻挥下手，打在身上像被车撞似的。乔墨雨才挨一下，已经在一边哭爹喊娘鬼哭狼嚎，痛哭流涕了。肉尸体型硕大，我和乔墨雨利用他行动笨重的缺点，绕着他满场飞，中间还要抽出手来对付离金师徒。乔墨雨的体能比我弱上不少，放风筝的活大头都落在我身上。也不知道跑了多久，我能听见自己剧烈的心跳声，胸腔也喘得像个哮喘病人。眼前出现一片又一片白色的光圈，我机械又麻木地跑着，感觉自己随时都能一头栽倒在地，然后再也爬不起来。渐渐的，事情开始有些不对劲，那肉尸好像故障了，好几次他都快打到我，但是又往往在关键时刻收手。黎金也发现了不对劲，他惊怒交加地瞪着李九，小畜生，你敢背叛我！此时肉尸正挥舞着轮胎般的大手朝我扇来，李九双手结印，大喝一声定，那肉尸便停在空中不动了。黎金又急又气，竟然呕得生生喷出一口血，这么好的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。
我高高跃起，一脚踹在黎金胸口，将他踢飞后，疾步上前，用膝盖压住他胸口。黎金遭此重击，面白如金，但是却瞧都不瞧我一眼，只拿双绿豆眼死死盯住李九。畜生！李也对着我邪魅一笑，陆灵珠，你可欠我一个人情。说完，他才侧过头对着黎金甩了甩头发，好叫你个老东西死得瞑目。我是僵尸派传人，刘大壮是我养父。卧槽，玩无间道呢？一直听闻杂尸派和僵尸派争斗千年，互相交恶，我还以为是道听途说，毕竟他们师承一脉，算是同门。如果李九是卧底，那他就是故意带我们三人入洞，想靠我们来耗死黎金。鹬蚌相争，他可渔翁得利。想到这，我气得头顶冒烟。难怪我们三人蹦一路时，我总看到李九背着我们肩膀抖动，身体发颤。我还以为他是动的，现在想想，这小子应该在憋笑呢。听到李九的话，黎金再次朝我脸喷出一口鲜血。我条件反射一躲，他像弹簧般从地上跃起。好啊，僵尸派这些老杂毛想毁了老子，老子偏不如你们的意。你小子不会以为跟着我几年就能学会杂尸派的秘法了吧？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杂尸派真正的手段。黎金大喝一声，突然从胸口掏出一面黑色的旗帜，他对着旗帜喷出一大口血雾，然后将旗帜用力插在地上。随着旗帜落下，整个地面都开始剧烈摇晃。李九脸色大变，曹万尸旗，亏老子低眉顺眼伺候你10年，居然对老子藏私。听到这话，乔墨雨忍不住回眸看了他一眼，估计是看到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起了惺惺相惜之感。血池再度翻涌，一具又一具血尸从池子里跳出，其他的养尸坑中也不断地爬出一只又一只奇形怪状、诡异莫名的杂尸。我粗略扫了一眼，心中升起一股凉气，直冲天灵盖。肉尸、玉尸、毛尸、皮尸、木尸，还有没见过认不出尸。乔墨雨开始抽自己巴掌，我为什么不去爬山崖？为什么要让宋菲菲去？我真傻，真的。李九反应很快，他掏出镇魂铃，猛烈一摇，那些正在朝外爬的杂尸身形一致。趁着这个机会，他朝洞口方向拔腿狂奔。陆灵珠，我走了，咱们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江湖再见。黎金喷完血，脸色难看得快死了一样。我扑过去，一脚踩断他的膝盖骨，就算死也得拉这个傻逼垫背。杂尸们越走越近，将我和乔墨雨围在最中间。乔墨雨惨笑一声，心有不甘地看着我，咱们是不是要死在这了？死之前，你能不能告诉我那电影第2部在哪看？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，那电影没第2部，我骗你的。血尸的腥味，肉尸的臭味，水尸的潮味扑面而来。我捏着手中的符纸，想着哪怕拼了自爆，也要给乔墨雨搏出一条生路。他是我硬骗来的，又是帝师一脉唯一的传人，总不好叫他陪我一起葬身在这荒野山岭之中。就在我做好赴死准备时，乔墨雨大喊一声：“灵珠，看，那是光！”我此生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光，起先只是一道细微的白色闪电，然后微光如水波般扩散，在空中荡起一圈圈银色的涟漪，无数银蛇从山洞中飞奔而下，在杂尸堆中爆出一朵又一朵绚烂的金花。宋菲菲成功了，天雷已降，整个洞穴都将夷为平地。曹，那些活尸！我和乔墨雨飞身扑入第一个坑，用最快的速度解除他们身上的封魂术。两人只恨爹娘少给我们生了几只手。重活清醒的人许多还是迷迷糊糊的，那个穿高跟鞋的女孩更是捂着脸，一边哭一边尖叫。这是哪里？为什么我在这里？我要报警，警察呢？我冲过去，一巴掌抽在她脸上。警你妈！不想死就跟我跑！整座山都在剧烈摇晃，原本黑黢黢的山洞被无数雷光照得如同白昼。我和乔墨雨带着一群人在山洞中狂奔，头顶不时有碎石落下，我甚至都顾不得躲。额头被砸破了皮，手臂上也挨了重一下，几乎是我们一行人刚跑出洞口，山洞就塌了。我毫无形象地呈大字形躺在地上，累得连一根手指都抬不起来。被黎金他们抓来的人都搞不清状况，一个个坐在旁边叽叽呱呱，吵得要命。看，鸟人！宋菲菲穿着黑色滑翔服，正张着双臂在空中快速飞行。这家伙可真能装逼！看着他一脸得意的模样，我忍不住笑了。真好，他还有机会被旱魃捏死。乔墨雨踉踉跄跄挪到我身边，李九那龟孙子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我躺在地上不想动弹，他肯定是去救刘大壮了。我看过资料，刘大壮老家在东北。宋菲菲以一个极为潇洒的姿势落地，引起众人一片喝彩声。她帅气的一甩头发，带着股睥睨天下的自信。好，下一站东北。我和乔墨雨同时跳起来敲他的头，北你爹，北你大爷，滚！